天是加利利行程的第3天，然后我们就要回耶路撒冷了。最后一天。对对，今天是最后一天行程，但是应该没有什么行程了，就是给大家看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啊？Hamad Tiberias， 就这里就是加利利湖，所以可以泡这里国家公园的温泉，然后看加利利湖，然后入门票是14 shekels。你看，好舒服，对不对？超惬意的。我们入口处是1号，那在3号这边呢有一个西元5世纪的会堂，就这样子走上去。那越走上面的那个温泉的温度就越高，像这是35度，然后在前面的是40度的，那风景也就更好。在这边可以看得到加利利湖，超棒的。会堂的小模型，这会堂很漂亮。会堂呢就在这里，它好像在整修哎，这样可以看吗？哇！在整修。刚刚的工作人员说他们是在装冷气，因为这里的夏天太热了，所以原来的冷气不够热，不够凉。但是1个月后就会好了，所以等到你们来到提比利亚的时候，不要错过了，这里还有一个古老的犹太会堂可以看。那这个景点我在我的那个旅游工具书上面有介绍，所以如果你们有考虑要来以色列玩的话，可以买那本书来作为一个参考和资讯的来源，会很有帮助的。那所以我们昨天去的地方呢，就有罗马澡堂。那今天呢，我们也到了曾经有罗马澡堂的地方，泡温泉。所以你觉得你有没有跟古代有一点连结的感觉？你跟古代人做一样的事，看一样的海耶。所以如果说现在这个建筑是古时候的那种建筑的话，那可能会有点时空交错的感觉。有啊，在这里只是倒了而已。我们刚刚在那边停车的，在以色列啊，它的斑马线很多都是没有红绿灯的，就是没有行人的红绿灯。那这边的习惯就是看到行人，车子就会停，像这样子，就是完全没有红绿灯，但是车子看到行人，它会很早之前它就会停了。那有时候就是你还没有准备好过，但是你就走快一点吧，因为人家已经停下来了。我妈妈希望我告诉你们，就是这里下去可以泡那个加利湖的海水，可以玩水啦。这也是呼吁人质现在回来的广告。我们现在呢要去吃午餐，是去一个知名的连锁餐厅哦，国际知名的餐厅哦，就是 KFC。为什么要吃 KFC 呢？因为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就是我们耶路撒冷没有 KFC， 然后上次去拿撒勒以为还有 KFC 可以吃，结果那家倒了。那没想到提比利亚这边有一家 KFC， 评分只有3.7分，就是烂到不行。可是我们还是想吃，因为很久1年对，想知道有多烂，然后这样就可以告诉大家。然后再来就是已经我们1年没有吃 KFC 了，我们很想念这个 KFC 的炸鸡，对，我们要去牺牲自己了。这家 KFC 12点才开，所以就是现在。这家店呢是讲阿拉伯文的，所以应该会是很好吃的那个炸鸡。家庭餐183，然后我妈找了一个靠停车场的位置。KFC 之所以会好吃呢，是因为它的鸡会先放在优格里面腌，但是这又跟那个犹太的节食条例有冲突，因为在犹太的节食条例里面，肉跟奶是必须分开的，所以呢，我们才会在就是以色列基本上是找不到 KFC， 然后只有在这里还有我也不知道哪里还有，可能特拉维夫有吧，才会有 KFC。所以这家 KFC 是没有那个 kosher 就犹太节食认证的。开动喽！它鸡还有一点汁，还不错。快要吃完了。那这边还有其他选择 ，Kenny 说这家蛮好吃的。那这家就是 kosher 的，你看上面有写 kosher， 犹太节食。走啦！我们上路了，
全部都是绿油油的。这个中间是第一个这个就是约旦了，超哇，近真的是很美，你看全部都是绿。哇，这样漂亮。绿油油的是基利波山，过了以后我们就会进入到撒玛利亚，然后就会是耶路撒冷。我们现在要去一个国家公园，2016年的时候我有来过，我妈一定忘记了。草地上又有牛，这个青草地实在是太漂亮了。那个下面的风景很美，但是我要给大家看的是那辆车啊，一直跟我们超近，然后刚才按喇叭，然后重点是这里是一直弯道，然后限速是60，我们也没有慢呐。这个我觉得这个圆圆的那个有人号称是他安排的啦。哎呀，刚刚 Kenny 有说这附近有那个中国的工程在做水力发电。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关的？到了。你刚问我一个问题，这里是哪里？我在哪？我是谁？这里呢是一个看风景的好地方。这个城堡呢叫做贝尔瓦，意思是好风景。那它是那个以色列境内最完整的十字军的城堡，12世纪成立的。春天的时候是最漂亮的，百珍的风景。进城堡的桥，那大家应该可以就是看到这个东西，对不对？这个就是护城河，因为十字军是从欧洲来的。所以他们就把就是护城河的概念带过来，可是问题是这里没有水，所以就是干的护城河。那假如我是敌人的话，我要过这个护城河就会很困难，然后就可能还没有那个成功进攻城堡之前，然后就被打死了，死在这里。所以以前十字军的城堡就是这样子进来嘛。然后所有的生活起居都在这个城堡里面。要进城堡了，我是不知道推娃娃车可不可以进啊？有路哎！没想到我们也进城堡了。那这个地方其实就是很少观光客会来，因为它不够有名。然后以色列有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十字军的建筑，基本上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拱形啊，它就是十字军时期的建筑。那最有名的十字军的建筑在以色列的可能是在海法上面的阿卡那边有一个城堡，那大部分的人都会去参观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如果会来的话，应该就是只是顺路啦，因为从提比利亚加利利那边下到耶路撒冷的话，就会经过这个地方，然后可能算是要多花几分钟特地上来，因为它在一个小山丘上面嘛，所以可能就是真的是刚好有时间，然后刚好顺路的话才会上来看。那城堡其实蛮小的，这里是洗衣服的地方，然后那边是厨房，然后餐厅。厨房在这边，餐厅在那边。那这边有什么呢？有非常美丽的风景。我们现在要走了，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这样子走下来，然后从这个门这里出来，十字军那个时候就可以从这个小门逃跑。哇，好漂亮哦！那个呢，就是加利利湖，我们刚才就从那边过来，然后那边是戈兰高地，然后前面的这个平原呢是约旦平原，那边呢是约旦啊，这个山叫做基列山。然后呢，往那边的话就是伯善，
然后再往那边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以色列跟约旦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嘛，但是实际上到底有多近呢？就是加利利湖在那边嘛，那我们现在不是说就是对面就是约旦，那实际上就是你们这样子看到白色的房子啊，那边就已经是约旦的城镇了。我跟 Kenny 结婚的时候去那边一个叫做 Hamagather 的地方，那边就是有天然的温泉，然后也有罗马时期的东西。那边呢就是离约旦就是隔一条铁丝网而已，就在那边。那间旅馆也有拍影片，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那耶稣时期的时候，他从加利利经过撒玛利亚下到耶路撒冷，可能就是走这条路。这个景点我没有收录在我的旅游书里面，为什么没有呢？因为那本书是主要写给第一次来朝圣的人，那我觉得第一次来以色列的人应该不会有时间排这个景点，所以我就没有把这个景点放在那本旅游书里面。但就是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支持那本书，然后如果卖得很好的话，那可能以后就会有另外一个版本是有更全面关于以色列旅游的资料。那这个景点我也有介绍在部落格上面，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那边。这里呢就是伯善，那现在的名字中文翻译是贝特谢安。那这边有一个北部的关口，可以通往约旦。这个铁丝网后面呢，就是约旦哦。现在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这里充满着垃圾的味道，是什么奇怪的地方？等等，我们到了，这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地方呢？给大家一个提示，约旦河呢就在那边，还蛮酷的。我们现在要往上爬一点，这样子比较容易看我们等一下给你们看的东西。妈，我好厉害！你好厉害，耶！呢，那这边呢，这条路是一个古路，可以通往以色列北国第一个首都，叫做德萨。那这边呢，就是我们爬上来，就是为了给大家看，这里有2条石头的线围成一个好像是脚印的形状，那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然后中间这里有一个正方形的类似祭坛的东西，那这个地方呢，很可能就是吉甲，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就是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他们所扎营的地方。那吉甲可能有很多的位置，没有人知道真正的吉甲在哪里，这里是其中一个可能的位置。但是这个在圣经说，吉甲是在耶利哥的东边，我们是在耶利哥的北边，对，所以这里不是吉甲。对，但是因为有很多可能性啦。哦，但是可以确定的呢，是亚伯渡口在那边，约旦那边，然后以前的人可以走这条古路到伯特利。这些树啊是野枣。好了，那我们下一站呢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今天没有行程的一天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然后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欢迎你们继续追踪这个频道。大家拜拜。